我哥哥陈之义是父母的骄傲，更是亲戚朋友口中别人家的小孩。他的性格温柔讨喜，学习成绩出众，是人人夸赞的对象。可是只有我觉得他有点精分，是两副面孔，一面的他乖巧，一面的他叛逆。妈妈说他只是内敛不爱说话，可我发觉他的沉默是一种偏激的阴质。我和他不是打小一起长大的，我来这个家的那年他才16岁。妈妈说我是超生的孩子，为了逃避计划生育，所以他们在我出生后就把我送了出去。我刚到家的那天，这个之前从未谋面的哥哥并没有给我留下好的印象。父母热情地介绍完我之后，哥哥陈之义瞥我一眼，径直回了自己房间，半个字的招呼都没有打。妈妈说他在生气，是吃醋家里忽然多了个妹妹。我能理解的，毕竟谁也不喜欢自己拥有的东西被他人分享，更何况分享的是父母的爱。家里房子不大，我被安排在陈之义屋子隔壁。这儿原是个储藏室，房间很小，唯一优点就是窗户朝东，早上应该会看到朝阳。我在狭小的屋里整理好行李，纠结该不该出去帮妈妈做饭的时候，陈之义来敲门。他端着一盘水果放在桌上，然后静静注视着我。我挺不自在的，尴尬地笑了一下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哥哥。”他没回应我，而是看了半晌后，看向我桌上的课本：“你9年级了？要考哪个学校？”早听说陈之义是实验中学的尖子生，我讨好地说：“想考实验中学，难吗？”他说话听不出情绪，轻飘飘的：“不知道，我保送的。”行，当我没问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跟这个陌生的男生这么近。屋子原本就小，他又腿长胳膊长的，显得更加逼仄，令我压抑。我找借口想出去，我去帮妈做饭。妈这个字我念得极为含混，生怕陈之义听到后更加不开心。他一个人搞得定，那我去摆放碗筷也不需要。陈之义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，低头觑着我，问道：“既然你回家了，是不是要改姓了？”改姓？我养父姓向，名字是他给取的，自然我也姓向。他是南方人，给我取了个单字为名，就一个南字。其实我养父母对我很好，如果不是出现意外，他们在车祸中丧生，我可能会跟他们生活一辈子，永远都不会来到陈之义家。没来由的，我有点怕陈之义。我声音很低，怯生生的，没改。现在改名挺麻烦的，就陈之义好像挺在乎这个事儿，那你改回来吧。既然你是我家的人，就要跟我家姓。我不光怕陈之义，更对他有点无语。小小年纪，搁这装霸总呢？还你家的人，有本事你家当年别抛弃我呀！不过不满情绪，我也就腹诽，不敢讲出来。你喜欢吃什么？陈之义问。都行，每个人的口味偏好不同，必然会对食物有不同的喜好。你总有最喜欢的。爱吃甜食、蛋糕什么的，我比较喜欢。说话间，陈之义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我，他大概是在打量我胖不胖吧。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？这个哥哥看起来很高冷，但是怎么问题这么多？来日方长，以后慢慢问不行吗？有了前一个都行的教训，我只得认真回答。爱好的话，看书、刷剧，偶尔会写书法。也挺喜欢玩手游的，什么都玩。你还会书法？会一点，不过不会软笔，是硬笔书法。陈之义跟审犯人似的。还有呢？平日去哪儿玩吗？我比较宅，不出去。朋友多吗？我绞着衣角，被问得快要额头生汗。不多，1-2个关系好的闺蜜。陈之义这次没再问旁的，而是顿了很久。我误以为他问完了，想着也问他点什么缓解尴尬时，他忽然说：“有男朋友吗？拜托大哥，有没有搞错？我15岁都不到，谈什么男朋友？况且我就是谈，也不会直白的告诉你啊。”我摇头，没有。他好似很满意这个答案，终于罢休，说：“一起去吃饭吧，可算解脱了。”我在他转身出门的时候，深深呼一口气，舒缓了下紧绷许久的筋骨。他闻声回头，疑惑地看着我，我连忙堆笑。打哈哈，这个小房间挺热的哈。他看一眼，明天叫爸爸给你装空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挺暖和的，我喜欢，不用麻烦的。他驻足回身看我，与我的距离很近。他的声音在我头顶上传来：“这是你自己的家，不要拘谨。你没有在麻烦他们，这是他们该做的。他们应当为你做任何事，因为这是他们欠你的。”我不知道如何应对他的这些话，慌里慌张抬头，看到爸爸碰巧端着菜从厨房出来，僵在原地。陈之义随我一起看向爸爸，忽地笑了：“爸，你说是吧？”他笑的时候唇角弯弯，全然不似前一刻恨恨的样子。是，爸爸疯狂点头。楠楠那个屋子太小了，和我换一下吧。他朝厨房走去，跟妈妈说的话我全听在耳里。妈，楠楠喜欢吃甜食，你之前不是有张楼下蛋糕店的会员卡吗？还在吗？我比在厨房门口的爸爸还僵。我这位哥哥变脸真快。跟陈之义相处的久了，我确实能理解为什么父母乃至亲朋好友都喜欢他。他太会懂事儿了。为什么说会？因为我觉得他的懂事是装的，是用来取悦父母的。不过一开始我们都理解错了陈之义。初次相见的冷场并非他吃醋我的到来，
而是他对父母气我这件事很有意见。陈之义对我很好，我考进实验中学之后，成了陈之义的学妹，离他的生活更近一些，听到的关于他的传闻也就更多，不过大多数都是对他的称赞。毕竟学霸嘛，谁不夸？也有他的黑料，说他性格不好，与人交往很是冷漠，更有传言说陈之义有病，还是从他绯闻女友那儿传来的，有哪种病不得而知。自我来了后，陈之义晚间非要来我房间写作业，美其名曰房间大，房间是挺大，这不是拗不过他，和他换了屋子吗？有天他晚休回来，又来我房间，两人闷头写了一会儿，我有点用脑过度，忍不住和他闲聊，哥哥，你早恋过吗？这个问题我想问挺久了。一来是陈之义的绯闻女友是校花，我实在好奇他们究竟有没有谈过；二来我班上很多小姑娘喜欢陈之义，他们托我一定要打听一下这事儿。他抬眸看了我一眼，我还是有点畏惧他，瑟缩一下脖子笑笑，我就是八卦一下，不问了，写作业写作业。他果然没回答我，睨我一眼，重新低头认真演算题目，不理就不理呗。我也低头接着做自己的题。我有个不好的习惯，思考的时候会咬指甲，停不下来。我正边咬指甲边想解题思路呢，觉得颈侧凉飕飕的，缓缓抬头，冷不防的看到陈之义深深看着我，好像还看了挺久。我尴尬的放下手，为自己的傻样解释，大夫说缺锌。陈之义不说话，眼都不带眨一下的盯着我。他眉骨高，鼻梁挺，显得倍儿有立体感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的眸光会变得深而邃，看人的时候挺唬人的。我被看得发毛，不安地动动手指，哥哥。他忽然伸手攥住了我的手，紧紧包裹在他掌心里。他手劲儿忒大，捏得我发疼，却没有松开的意思。他语气却是玩笑着的，我看你不是缺心，是缺心眼儿。我没被男孩子这样牵过，而且都谈不上牵。牵手至少是温柔的，可是陈之义弄疼了我。然而我不敢抗拒，任由他攥着。他放下另一手中的笔，靠过来，向南，你耳朵红了。没有人可以把玩笑开得这么瘆人，但是陈之义可以，脸也红了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估计得炸了。陈之义玩笑到底，没早恋过，因为我有病，我倍感绝望。在学校捣鼓他有病的是绯闻女友，又不是我，跟我在这儿耍什么疯？他还挺委屈，你就不问问我有什么病？有什么病是女友不能忍的？我忍不住往歪了想，不会是小小年纪就不行了吧？那可真是难言之隐呢。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什么病？我还不信陈之义能直接对我说他丧失了男人雄风。捏着我手的五指收紧，陈之义悠悠的，你跟我谈谈不就知道了？啊，谈什么？陈之义看着我，没解释。明白他意思的瞬间，我脑袋轰然一下，他真真实实的吓到了我。如果不是父母睡了，我会骂出来。他竟然让我和他谈恋爱，算了，没意思。他放开我。我以为他会收拾东西回隔壁小屋，没想到他面不改色的重新拿起笔，接着写起作业来。我愣着半天，不知道作何反应，只有他风轻云淡地说，楠，如果你不是我妹妹，我就追你。他说完了，重新抬头，换上他平日里最常用的乖巧模样，温和浅笑，开玩笑的，哥哥一直是你哥哥，会一辈子保护你的。我头昏脑胀，辨不出来他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。写完作业，他收拾东西回自己屋，站起来摸我的额顶，晚安小姑娘。我声线艰涩，给吓的，晚安。这一晚我失眠了，在被窝里翻来覆去，想陈之义冷冷开玩笑的样子，想了很久，也想不出他这么做缘由。陈之义说自己有病的时候，我莫名觉得他不是在自嘲，而是在承认这件事。他不会真的，不行吧？那可苦了未来的嫂子了。凌晨迷迷糊糊睡着时，我又想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正常的生理需求，能不能生孩子，能不能过夫妻生活，梦境健身。我想的越离谱，不知是想的还是梦的，我隐约见到了陈之义那种的样子。他的手很凉，跟攥着我手时一个温度。他凝眉望向我，眼里水波隐隐的。楠，如果你不是我的妹妹，我就追你。他俯身吻我，在我看到他唇落下来的瞬间，我猛地惊醒，吓出了一身汗。外面虫鸣鸟啾，天都快亮了。我听见妈妈在厨房煎蛋的声音，然后听到陈之义走过来的脚步声。他敲我房门，伪装父母乐于见到的好儿子形象。楠，起床，再睡要迟到了。恐怕10几年来，这是我最羞耻的事情。梦到自己在和亲哥哥，也是从这之后，我没法再堂堂正正直视陈之义。而且越发离谱的是，我比往日更留意他了。他每晚睡前会按时洗澡，浴室的水哗哗响。我在被窝里闷着头，觉得心烦意乱。我撞见过陈之义光膀子，他是标准的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身材线条很好。不小心在浴室门口撞了个满怀，我撒丫子逃离，狼狈不堪。因为见过，所以忍不住胡思乱想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完完整整梦到了陈之义。醒来后，我浑身的不自在。而这时的陈之义正在专心备战高考，他永远都不会懂我的这些烟杂心思。高考对陈之义是一种解放，却是我苦逼生活的到来。
陈之义毕业后，我成了家里的第2个高3生。学校管得很严，假期补课，而且晚修要上到11点才结束。回家的路很安全，而且同伴很多，但是陈之义执意要每晚接我。小区外有条小路，是唯一没有灯的一段路。就是在这段路上，陈之义彻底打破了我对他的敬，妹妹对哥哥的尊重。那天赶得不巧，陈之义来接我时，我同桌也在。他是个嘴快的，全然没看到陈之义跟我分别10多嘴。向南，你真不答应学伟的追求啊？他很喜欢你的。我瞥了眼陈之义，陈之义在路灯下站着，不做言语。我3言2语打发了同桌，上前对陈之义道：“走吧。”他没说话也没点头，一声不吭地走在我身侧。凭借我对他的了解，我知道他又不对劲。我觉得他不光那方面有病，精神也有病，时不常就分裂了。通常这个时候，我得费尽全力讨好他，他才能勉勉强强露出个笑脸。我只得硬着头皮尬聊：“哥哥，你们之前这个时候会开始半月考吗？我们要半月考，每2周1次，好烦啊！考，压力真大。”他沉默不语。哥哥，你们当时年级第1，能甩出第2多少分？他依旧不说话。我们这次第1名很离谱，一个男生黑马直接杀最前头，超出第2名40分。我自顾自地聊一路，在无灯的小路上，陈之义忽然驻足：“你对男生很关心啊？你周围男生很多？什么？”我看不清陈之义的脸，但是听得出他语气冰冷渗人。“你很喜欢观察男人吗？”他逼着我也不得不停下脚步。“还是说你也跟楼下的小母猫一样在思春？”我瞬间被惹毛，压抑了很久的怒火彻底爆发。“陈之义，你他妈有病吧？这人说出口的话怎么这么不中听？”“对，我有病，我很早就跟你说过。”没想到陈之义没觉得我是在骂他，而是接着我的话茬往下说：“我神经病，我变态，我心里有问题。我有病很久了，治不好，我也不想治。”我吓呆了，木木地看着黑暗中的他。他很少在乖张时说这么多的话。我不喜欢与人交往，我也不喜欢有朋友。父母看到的乖孩子形象只是我伪装出来的，因为这样会减少很多麻烦。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。我很专断，也很自私，我喜欢独占自己的东西，喜欢完全占有的感觉。向南，这种感觉你懂吗？我自然不懂。为什么做个好孩子还要伪装？你不理解，那我说给你听。幼儿园的时候，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很可爱的毛绒小熊，我每晚抱着睡，很喜欢。可是有一天，家里来了亲戚家的小孩，他趁我不留心动了我的小熊。陈之义艰涩地笑了一下，只是轻轻摸了一下。可是就是这一下，令我无比厌烦。小孩走了后，我哭了很久。爸爸妈妈不理解我为什么哭，斥责了我。陈之义语气淡淡的跟我回忆往事。那晚我没有再抱我的小熊入睡，而是毁了它。我用剪刀挑开了他的心脏，掏出了丝棉，而后把他的衣服都剪成了碎片。我很恨我的东西为什么要被别人弄脏。夏天的夜晚不算冷，听完陈之义这番话，我却莫名后背生寒。而他的下一句霎时把我推入冰窖。他说：“楠楠，你就是我的小熊。”我恨爸爸妈妈把你送给别人。小区里的灯光隐约照亮这段小路，如果不是陈之义在这样微弱的光线下看着我，我会捂着嘴巴惊叫出来。他就是个变态。他似乎是意识到吓着我了，语气缓和下来，有了温度。不过我不会伤害你，我会保护你，会一直保护，因为你是我的妹妹。妹妹2字被他咬得极重，压抑着不甘似的。楠楠，哥哥会保护你，我们永不分开，好不好？我害怕陈之义，更害怕他此刻的态度。我尝试着劝诫，可是总要分开的。等我们长大，会各自组建家庭。不可以！他猛地提高了声音。我不会娶别人，你也不许嫁给别人。他想伸手抱我，抬手时犹豫了一下，改捏着我的肩膀。他天生体寒，一年四季手指都是冰凉的，隔着单薄的校服，我能感知他指尖的寒意。你是我的，他重重吞咽，下决心一般。你想要的什么，我都给你。别的男生能给你的，我同样能给。我会认真爱你，将来会赚钱养你，会让你过得快乐，让你不会再经历被丢弃的痛苦。如果陈之义少见的磕巴，如果你需要男人，我也可以。他忍不住抱我，双臂箍紧，我会满足你。陈之义，你疯了！我原本只是红着眼，现下他抱着我，我彻彻底底哭出了声。你放开我！你就是个疯子！他抱着我不撒手，下巴搁在我头顶上，应声说：“别动。”语气不容反驳，我僵着不敢乱动。陈之义微微弯了腰，唇角摩挲我的耳鬓。楠楠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我从没有这样喜欢和在意过一个人。我以为按照陈之义的性子，他会抱很久，没想到只是短暂的一会儿，他便放开了我。夜风微凉，吹在他吻过的耳边，带着夏日罕见的冷意。我冷不丁地打个冷战，不知说些什么。我总不能也像他这样任性妄为，告诉他我也梦到过你，我也对你有过不好的念想。陈之义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呼出来后，
说：“如果你不是我的妹妹，那该多好。”他声音浅浅，带着微不可闻的鼻音：“楠楠，我想吻你。”偏激过后的他变得柔软，说话间显露出平日里的温柔，而且这种温柔异常真诚，不似在伪装。一辆从小区驶出的汽车拐弯，车灯打亮周遭。我抬头看陈之意，摇头：“不要。”车灯转瞬即逝，陈之意一双明媚的眼也随着光线一同消失于黑暗。明灭间，我分明看到他眼泛泪光。也许正是血脉相连，我蓦地心疼。哥哥，我与他相对而立，拥抱过后就半臂的距离。我走过去牵他的手，轻轻的，像一个妹妹对哥哥的依恋那样，会好起来的。未来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，我相信那个人更值得你爱。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牵陈之意的手，包裹他的手指，给他暖着。他乖乖地跟着我走，许久后，在我身侧男生。可是小熊被撕毁后，我再也没有买过新的小熊了，因为他们都不是我的小熊下。我的秘密陈之意如意料之中那样，考去了某名牌大学，而我也在第2年参加高考，去了所自己还算心仪的学校。我很少回家，一是我原本跟父母就不是很相熟，见面很拘谨；二是我避着陈之意。陈之意是个执拗性子，3、4年来坚持对我嘘寒问暖，虽不怎么见面，但是从未在我的生活里消失。大到工作就业，小到食堂米饭涨价，他都要跟我分享。他依旧会在生活中表现出2副性格，一个温和谦让，一个偏执冷傲。时间久了，其实哪一个我都能接受，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在长久的相处中，在他对我关怀里，我也喜欢上了他，是那种远胜于兄妹的情感。他因为温和乖巧被大众所爱，而偏执的那个他只被我熟知。我在替他守着这个秘密，也在一并守着自己的秘密。大4那年，我家出了点事，不是陈家，是向家。我养父母家不算很有钱，名下财产不多，只有一套老房子，因为地段不错，勉强算得上是一笔资产。他们去世后，我忙于高考、读大学，一直没在意房子的归属。加之小地方管理也不是很完善，所以这事儿一度被搁置。因为房子起的争端不小，不过说来说去都是家丑。我向家的伯伯想占为己有，陈家爸爸妈妈觉得房子应该归我，而向家叔父则认为我不是亲生女儿，想方设法地阻拦我，不惜闹得沸沸扬扬。法律上简单明了的东西，但是在这个缺乏法律常识的小地方就说不清了。在老房子的客厅里，一伙人吵得不可开交，陈之意也在，专程请假从外地回来，就怕我被欺负了似的。养父母去世后，我很少再回家。比起陈家，其实我更认同自己住了10几年的向家，我也更认同养父母为父母。客厅争吵声不断，我听得心烦，起身悄悄躲回自己之前起居的小屋。小小的卧室没有陈之意给我的卧房大，可是我无比熟悉。屋里因为长久不住人，有很浓的尘埃味，墙壁冰冷，整个屋子透着凉意。书架和书桌上的东西已经被搬去了陈家，屋里空荡荡的。我越看鼻腔越涩，加之门外的争吵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想爸爸妈妈。陈之意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拧鼻涕，狼狈不堪。他还是跟当年一样，进门后不打招呼也不说话，而是轻轻反手关门。我不好意思抬头，啜泣了2声，忍住了眼泪。房子不会被夺走的，按继承顺序也该是你，他安慰我。我闷声没说话。我哭的不是房子，我只是想我的爸爸妈妈。陈之意挨着我坐下来，食指交握，拧巴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楠楠，别怕，哥哥在的。”我低头，也像他一样对自己的手指过不去，交握着指头揉搓，骨节都被搓红了。他看了会儿我，伸手覆上我的手，把我2只手都包在他的掌心下。5、6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在卧房写作业时，他牵过我的手。时间过去很久，我却始终记得他掌心的温度，冰凉如他，也许不够温暖，但是很有力道，使我心安。想他们了，我吧嗒落泪。抱一下。他紧挨着我，松开手，张开双臂。我太需要安慰了，很没出息地投进了他的怀抱。我和陈之意也有过短暂的拥抱。他高考后的那个夏夜，流萤烛光，他在黑暗里小心翼翼地拥抱我。我们就像彼此生命里的一道流萤，微弱地亮了那么一瞬间，而后隐匿于黑夜，连同那些讲不出口的爱意也一并隐藏。我后来很怀念那个拥抱，数度回忆陈之意的话：如果我们不是兄妹，那该多好。脸埋在他胸膛上，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也不管鼻涕眼泪弄脏他的衣服。陈之意轻柔地抚着我的背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也不说多余的话。最好别说话吧，这一刻我才能真切感知到他是我的哥哥，是我唯一最牵挂的亲人。我哭了挺久，哭声都哑了，客厅的争吵还没结束。我听见陈爸爸在据理力争，条条理由说的像伯伯无法反驳。陈之意察觉我的情绪好了点，伸手摸我的脸，给我擦眼泪。多年不见，他变得比少年时更加温和，那种偏执也藏得更深，近乎察觉不见。
楠楠，你把我的衣服擦脏了。他笑道。我抽抽搭搭，我回家给你洗。我今晚就走了。来不及，我从他怀里抬头，有点懵，这么快？我原本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现在看来，爸爸能处理好，而且你看，他不是啪的一声，客厅里有什么东西破碎，尖锐的声音打断了陈之意的话。我和他迅速起身，准备去看看客厅什么情况时，向家婶婶高声嚷道：“老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真把那野丫头当你女儿了？你也就哄哄外人。”我搭在门把手上的手一顿，惊愕地看向陈之意。陈之意比我更惊讶，同样看向我。不过他比我理智，在我想冲出去的时候，他轻轻摇头拦我。陈爸爸似乎很急，你别胡说，向家婶婶不罢休，向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，谁不知道向南是从外面捡回来的？连爹妈是谁都不知道，本身就是有人生没人养的孩子。向家把他养14、15岁，仁至义尽了，现在还想要房子是不是？向伯伯帮腔，对呀，老陈，我们老向家乃至我3弟夫妻俩，对这个孩子能做的都做了，够仁义了。你人心好，当年收养他，还非要编个什么计划生育、超生弃养的故事来打消那孩子的顾虑，我们感激。你跟老三关系好，唱什么托孤的戏码，我们也感动。可是现在他真的没资格来争房子。你说，但凡她真是你老陈的亲闺女，我也就把房子给你了。我等着陈爸爸往下说，我比期许他会说，楠楠就是我亲闺女。1秒钟长过1世纪，陈爸爸迟迟不开口。许久后，说话的是陈妈妈，她的声音强势，是不是亲的，我们都当亲的养，你管不着。我们现在认定了就是要房子，这何该是我们楠楠的？也别说我家贪钱，我就是为我闺女争这口气。房子将来陈家不留，是楠楠的嫁妆，是她自己的东西。他拿去卖还是拿去租，都与你向老二没关系。陈妈妈说话急，语气很不善，彻底惹恼了向伯伯。还嫁妆？我看你是想留给自己吧？亲闺女，说出去不害臊，8成当年收养也是为了养个童养媳，过2年转头把那野丫头许配给自己的儿子，彩礼嫁妆都是你的，算的门儿清。客厅里彻底吵成了一团，而我更乱。我冲出卧房门，一屋子人正愣下来，齐刷刷地看着我。我什么也顾不上，只转头问爸爸：“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”身后陈之意跟着我出门，像个守护神一样守在我身侧。我嗫嚅着：“爸爸，我想听实话。”陈爸爸哽咽，垂下眼去：“楠楠，血缘不重要。”屋里七嘴八舌在起争议，我一句也听不到了。转头去看，隔着泪光看到供桌上摆放着我养父母的照片，笑得和蔼。我不知自己该喜该悲，只哭得停不下来。我回学校后，向家伯伯还是闹个不停。而我一面忙着处理家事，一面忙着找工作，焦头烂额。陈之意来我学校找我的时候是个春天，北方春来的晚，3月间还冷飕飕的。不过校园里的樱花已悄然开满了整个大道。他来得很突然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在学校了。天气不好，下了2天的雨。我因为惰性没去参加招聘会，我在宿舍里查资料改论文。楠楠，你猜我在哪儿？哪儿？我随口问道。他打的是视频电话，镜头切换，切到了我们宿舍楼下。宿舍楼下的那棵樱花树我太熟悉了，而他站在樱花树下等我。他拉着鞋跑出去，快跑出楼道的时候猛刹车，怂了。哥哥，你等会儿，我化个妆。行。听筒里他的声音轻快，不过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。多此一举，我不理他，回头扎进宿舍，仔仔细细地撸了个妆，还用心地穿了小裙子。室友笑我，谁呀？跟见男朋友似的，我把他拉的帆布鞋换成淑女的单鞋，轻盈的跃出门，去见比男朋友还亲的人。门口，陈之意站着，身姿傲人，引来不少来往的人注意。自从房子争端的事儿后，我与他没再见过。绅士的揭开，减少了许多我和他的隔阂，那些藏匿于我和他之间的暗流在慢慢涌动出水面。他见到我，招手，楠楠，他还是跟别人不太一样。别人对于重逢这件事总是很热情，会把喜悦洋溢在脸上，而他冷冰冰的，只恰到好处地保持着一丝不那么令人尴尬的温和。我走过去，小声问他：“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调休，想来看你。哦，那我们去哪儿？他低头，微微侧着脑袋，询问似的：“你说去哪儿？”说完后莞尔：“随便走走吧，你们学校挺美的。”大概是小时候挺怕他，所以长大了也有点畏惧，会莫名尊崇他说的话。他伸手牵我，漫无目的地走在校园里。樱花大道落英缤纷，很是美丽。雨淅淅沥沥再次下了起来，我从包里找出伞，打开准备给他打在头上时，陈之意接了过去。我来，我笑起来，因为你要保护我，所以要给我打伞吗？陈之意说话不留情面，因为你矮，举着费劲。我吃瘪，闷了小半会儿后，听到陈之意说，打伞就是保护吗？是呀，陈之意笑笑，那还挺简单的。不然你以为呢？我以为是那种倾尽所有的守护才算真正的保护。
哪怕是付出性命，也是应该的，也是我甘心的。我停下脚步，牵着他的衣袖，迫使他也停下来。我勇敢的一次，直视进他的眼睛。陈之意，我不要你的性命，你别把自己说的这么凛然。那你要什么？陈之意认真的看着我，我都给你。他挺高的，我昂着脖子，昂了挺久，后脖梗酸疼。我问，我还是你的小熊吗？陈之意很意外，是，一直都是，一辈子都是。我重新牵他的手，手指探进他的掌心。我们牵过数次，只有这次十指相扣。我有个秘密，关于你的。什么？我踮起脚尖，靠近他一点，你吻我一下，我就给你看。离得近，我分明看到陈之意喉间轻动，唇瓣也紧张的微微开合。他眼里的光很亮，跟那个夏夜时的一样。楠，他轻叫我的名字，而后低头吻住了我。我伸手抱住他，紧紧相拥。我拥抱的是我的春天。吻毕，我更加大胆，伸手捏他挺翘的鼻梁。那个夜晚欠你的吻，还给你。讨不到甜头就哭鼻子的小屁孩，陈之意先羞后怒，可惜怒气压不住羞涩。他急巴巴的，谁是哭鼻子的小屁孩？你呀！我甩手朝前走，额顶落上丝丝缕缕的春雨，格外清凉。别否认，那晚我看到你哭鼻子了。陈之意不肯承认，追上来岔开话题。秘密呢？想知道啊？那带我去你住的地方。酒店里窗帘紧闭，在我的要求下，灯光也打到了最暗。如果这个秘密不是用来看的，那我一定会要求把灯关掉。陈之意坐在床边，安分乖巧，倒像个呆瓜。我深呼一口气，开始解自己的衣服。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，解到胸口时，陈之意已一脸惊讶。他可能没料到我这个妹妹要给他看的秘密这么大尺度。胸口的扣子打开，我害羞地用手挡了挡。陈之意放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动了动，指尖蜷缩攥紧，叫名字楠。我没有再解下去，而是转身背对着他，领口放低，我拉扯下去，确保完全露出肩胛骨。随着我的动作，饶是装惯了乖孩子，从不说脏话的陈之意也说了句卧槽。我知道他在惊呼什么。我的蝴蝶骨之间的脊椎上纹有他的名字，名字字体是我写的，是我擅长的硬笔书法，有点偏受晶体。我听到他站了起来，慢慢靠近我，冰凉的指尖触摸上我的脊骨。他声线涩涩的，楠，你什么时候弄的？发现自己忘不了你的时候就去弄了。我在他的触摸里微微机灵，觉得这么回答挺矫情。说实话，上大学不久就完了，不敢告诉爸爸妈妈，也不敢告诉你，我喋喋不休的掩饰羞耻。你名字的笔画可真多，闻的时候好疼好疼的。陈之意许久没有说话，手也停在我的皮肤上不再动。我自顾自言，你不是说你喜欢独占吗？那我把你的名字纹在我身上，相当于就是签了字盖了戳，以后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了。冰凉的触感消失，下一刻我被陈之意拉进他的怀抱，强压着倒进床里。他近乎咬牙，向南，我没有哪一刻不想着能如现在这样彻底拥有你。从16岁到如今，我没断过这样的念头。他沉声道，很多孤独的夜晚，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？我说不出话，唇边挂着清淋淋的口水。他自问自答般地说给我听，我想的是你各种样子，可爱的、温柔的、娇羞的、奔放的，你的每一个样子我都想变了。他的话冰凉，和他手指一个温度。楠，你是我的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陈之意不在屋里，窗帘开个缝隙，风从半开的窗户里吹进来，带着雨的清凉味。我转过身，看到我枕边放着一只可爱的泰迪熊，憨憨的，大小抱在怀里刚刚好，应该是陈之意清晨出门买的。我笑起来，把他搂在怀中。再度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，我听到门被打开，陈之意轻手轻脚地进门。他也许是看我睡了，不好意思打扰我，只伏在床边静静地不说话。他离我很近，我能感觉到他呼吸吹在我脸上。看到我怀里的小熊时，他很开心，小心摸我鬓角的发，低声问，楠，你醒了吗？我哼唧一声，不想说话。他笑得很开心，我知道你醒了。笨蛋，你睫毛再动。我无奈睁眼，看到他的大脸对着我。我推他，陈之意，你离我远点，这样你会看到我眼屎的。他咯咯笑，凑过来吻我额顶，在家时见得少吗？我不理他，抱着小熊转身。未来还会见一辈子呢，不怕。他笑得更开心。窗帘轻动，春风徐徐，而我困意全无。我头次听到陈之意这样的笑声，爽朗又干净。我的小执拗鬼，他很开心吧？他的小熊回来了。